觉得这个变化是很大的。最早是书信，那么当时是大概01年，你是01年出生的嘛？01年、98年、99年的时候，应该那个时候出现了是 BB 机。那么一台 BB 机的话，简直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就是家里面当然之前就已经装了电话了，后来就发展到有那个大哥大的电话。大哥大这个电话是由1G 到2G， 大哥大电话是非常贵的，我觉得还是单位买的，我们是个人是买不起的。那么我们回家以后的电话联系基本上还是靠的是座机。现在我们家里面都可以，只要有手机都不用装座机了。原来都是我们那个手机都是按键式的，还不是那种智能的触屏，下面有键，上面是那个屏幕，但是那个屏幕是一半，都不大。主要的功能是打电话，发短信。触屏手机时代以后，那么不停的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变化。这个是智能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。那这个太多了，太多的这个，太多的生活。智能机出现了以后，然后我们有那个，有 QQ， 有微信，有聊天，有互动，有听音乐。有这个上网冲浪，还有这个工作 Word 工作电脑里面有，但是手机里面后来也出现了啊，就是可以编辑的这个文字中就出现了移动支付，支付宝啊，微信支付，这个包括各类银行的 APP， 你比如说坐车出行，那用手机扫码，坐地铁也可以扫码，那么一机在手，真的是可以走遍天下。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是先用的是 QQ， 有建 QQ 群，聊天群，然后家长群。那么后来微信出现了以后，那么我们主要用的微信有聊天功能，微信也有音乐，有这个联系，然后完了之后还有这个支付，主要是联系到工作。原来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上班的时间，下班时间只这个通过电话和 email。 那么出现了 QQ 和微信以后，那就是24小时，可以说是只要24小时都可以不停的工作。下班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通过 QQ 微信，通过微信群一下子就把它解决掉了，而不用等到上班的时间再去解决比较急的事情，耽误的时间。通过微信啊，通过各种各样的群啊去了解各种升学啊、深造啊、学习啊，包括生活的各类的一些信息。这个和过去相比，那个信息量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发生了变化。我们基本上是足不出户都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信息，那更不用说我们身边的这些信息了。比如公众号，有一些公众号，有一些我们家长的微信群，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群里面再带来的这些信息，就是一个群加一个群的这些信息。这样的话我们很快的就知道所有的，就是说你想知道什么信息，你都可以通过你的微信，通过你的 QQ 来了解，来掌握，甚至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可能1秒钟甚至10几秒钟，全世界都能知道。那个老年人都开始使用微信。那么微信的好处就不说了，交通啊、出行啊、生活啊、这个工作啊，无时无刻都离不开微信，这个是它的好处。那么它的带来的一些有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生活、你的时间，所有的都被这个手机或者说都被这个微信所绑架了。那么你的人就会变得很浮躁，你没有自己的空余的时间，没有这个精力去投入到你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投入精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把它强迫关掉你的手机，自己的心静下来，才能做一些你想做的这些事情。你比如说要写东西，或者说你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吃饭的时候要把微信放在一边，你在微信面前是毫无保留的，你的所有的轨迹，所有的这个隐私，包括你所有的，当然财富就不用说了，你所有的东西，就信息的透露是很可怕的。但同时，你时时刻刻也迷失了你自己，也没有了你自己。
较深刻的体会的。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如果说这次疫情发展的很快，人们不能聚集，由于微信，由于移动互联网发展，那人们就可以在远距离的来，不用到我们的中心来参加投票，只要在你的手机端有我的南京 APP。像这次疫情，同时也促进了这个移动互联网或者是移动支付，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。我们的这个健康码也是科技发展的结果，通过追踪人群，通过你的移动轨迹，特别是我们的那个移动发明的那个你14天之内的你的行踪、你的轨迹，就是锁定你的人的这个轨迹，这个方面为疫情的控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